你想不想操控別人對你言聽計從？我先給你講個故事，再分享乾貨。寒冬的夜晚，北風像刀子一樣刮過洛陽破舊的街巷。蘇秦裹着單薄的麻衣，蹲在牆角啃着硬邦邦的乾糧。他的手指凍得發紫，卻死死攥着一卷竹簡。那是他花了最後幾個銅錢換來的陰符經，據說讀了就能通達天下。可現實是，他剛被秦國趕出來，連回家的路費都湊不齊的落魄書生。3年前他離開家時，曾對妻子發誓，不衣錦還鄉，誓不為人。現在他卻连件像樣的衣服都沒有。蘇秦出生在周朝的一個普通農家，父親是個老實巴交的農夫，整天在地裡刨食，母親織布到深夜，手指磨出厚繭。他們省吃儉用供蘇秦讀書，指望着他光宗耀祖。可蘇秦第一次去秦國遊說，就碰了一鼻子灰。秦王坐在高高的寶座上，連正眼都沒瞧他。那些華麗的諫言像石子投入深潭，連個漣漪都沒激起。回城的路上，蘇秦把最後一塊乾糧分給路邊的乞丐，自己餓着肚子走了3天3夜。回到家時，妻子正在織布機上忙碌，看見他進門，他連頭都沒抬。嫂子躲在廚房不肯出來，母親嘆了口氣，轉身去燒水。晚飯時，一家人圍着桌子沉默不語。蘇秦想去夾塊肉，嫂子突然把盤子挪開。讀書人吃什麼肉？有粥喝就不錯了。那天晚上，蘇秦躺在冰冷的床板上，聽着屋外的風聲，眼淚浸濕了草席。他想起小時候，父親總說人要靠自己，可他現在把自己往死裡磕，連最親的人都看不起他。第二天清晨，蘇秦翻出所有藏書，他把竹簡攤滿整個院子，從《孫子兵法》到《道德經》，一本本重新研讀。這次他不再死記硬背，而是盯着每個字琢磨。為什麼同樣的建議，有人說就能被採納，有人說就被嗤之以鼻？他注意到那些成功的說客，從來不說我認為，而是說大王您看。他們不談論自己的需求，總在描繪對方渴望的未來。蘇秦突然扔下竹簡，衝進屋找出那本落滿灰塵的《鬼谷子》，這是他在集市上偶然所得，當初覺得太過詭詐，現在卻如獲至寶。接下來的半年，蘇秦像變了個人，他不再對着牆壁空談理想，而是每天蹲在集市觀察商販討價還價。賣布的婦人總會說，這花色全城獨一份；買米的漢子總抱怨，再過半月糧價要漲。他甚至混進酒館，聽醉漢們吹牛，看他們如何在3言2語間達成交易。有天，他看見2個孩童爭搶玩具，較小的那個突然說：“你把木馬給我玩，我告訴你娘親，你藏了蜜餞。”較大的孩子立刻鬆了手。蘇秦站在街角，恍然大悟。蘇秦開始實踐他的發現。他先找到鄰居張屠戶，這人整天抱怨肉價太低。蘇秦沒說我幫你賣肉，而是說聽說東市李屠戶昨天賺了雙倍，因為他專供貴族宴席。張屠戶眼睛一亮，追着問細節。蘇秦淡淡一笑：“您要是願意，我倒是知道趙大夫府上缺個固定供肉的。”3天後，張屠戶提着豬頭來謝蘇秦，說是搭上了官家的線。這是蘇秦第一次驗證那個道理：想要別人動，得先讓他看見肉。轉眼又是春天，蘇秦決定再度出發。這次他選擇燕國作為第一站。燕王剛繼位，正為邊境憂心忡忡。蘇秦沒有直接求見，而是在燕都住了半個月。他每天去茶樓聽士子議論，去軍營看士兵操練，
甚至賄賂工人打聽燕王的飲食喜好。有個侍衛說，大王最近常夢見被狼群圍攻。蘇秦立刻明白，燕王最怕的是被孤立。見燕王那天，蘇秦特意穿了件舊袍子。侍衛要搜身，他坦然張開雙臂，我連佩劍都沒有，只有對燕國的忠心。燕王坐在殿上，眉宇間帶着疲憊。蘇秦不行大禮，只是躬身作揖，我來給大王解夢。燕王挑眉，你知道我做什麼夢？蘇秦抬頭直視，狼群之所以可怕，是因為落單，若成頭狼，百獸臣服。他停頓片刻，看着燕王微微前傾的身子。如今秦國就是那頭孤狼，看似兇猛，實則四面楚歌。燕王讓侍從都退下。蘇秦不急着說合縱，反而問，大王可知為何燕國良馬總被趙國壓駕？他隨手蘸着茶水，在案几上畫圖。趙國人總說燕馬腿短，其實他們怕的是燕國打通北邊商路。燕王握緊酒杯。蘇秦繼續道，我聽說齊國使者下周要求見，想必是談購馬之事。不過他故意拖長語調，若此時與趙魏結盟，馬價能翻3倍。畢竟蘇秦壓低聲音，秦國已經派人去楚國買戰馬了。殿內靜得能聽見燭火噼啪聲。燕王突然站起身，來回踱步。蘇秦安靜等待，像獵豹觀察獵物。他知道燕王最渴望的是威望，最恐懼的是被邊緣化。此刻拋出秦國動向，就是要制造緊迫感。果然，燕王停在他面前。你說結盟，具體如何操作？蘇秦從袖中取出帛書，上面早已畫好6國疆域圖。他指着地圖，不需要燕國出一兵一卒，只要在大王這裡設個會盟台，到時候，蘇秦微微一笑，您就是發起人。趙王立即召集群臣，蘇秦卻不談軍事，反而說起邯鄲城裡的珠寶行情。最近楚商都在收購玉器，說是預備給秦王的壽禮。他輕嘆一聲，可惜啊，等秦國吞併三晉，這些珠寶終要落入虎口。當蘇秦拿到趙國相印時，他特意派人送信回家，信裡只寫了一句，明日底落，請備酒肉。那天他騎着白馬進入洛陽城，黃金打造的背頭在陽光下晃眼，妻子跪在道旁不敢抬頭，嫂子爬着過來獻酒。蘇秦下馬扶起他們，什麼也沒說。晚上家宴上，嫂子一直給他夾菜，手抖得差點打翻湯碗。蘇秦忽然想起那個寒冬夜晚，他縮在牆角發誓要出人頭地。如今他身掛6國相印，連秦王都派人送來求和書，但蘇秦沒有沉浸在榮耀中，他深知合縱就像蛛網，看起來美麗，實則脆弱。有個深夜，他在燭光下給門生寫信，世人只見我舌燦蓮花，不知我每見君王前要花10倍時間打聽他昨晚睡得好不好。信寫到一半，侍衛通報魏國急使求見，說是秦國散布謠言，挑撥聯盟。蘇秦披衣起身，邊走向書房，邊對使者說，告訴魏王，他寵妃的兄長上月在賭場欠的債，我已經派人還清了。他在月光下輕笑，現在該讓秦王也嘗嘗失眠的滋味。人這輩子最難的，不是知道自己想要什麼，而是弄明白別人害怕失去什麼。蘇秦在院子裡啃乾糧的那個夜晚，突然開竅了。以前他總想着我要說服君王，後來才明白，應該說我能幫君王得到什麼。這個轉變看似簡單，卻是99%的人一輩子都跨不過去的坎。
很多人總在重複蘇秦前妻的悲劇，熬夜加班，以為努力就能升職，結果晉升的是會拍馬屁的同事，對客戶掏心掏肺講產品優勢，競爭對手卻暗箱操作拿下訂單。而那些真正混出頭的人，他們就像後來的蘇秦，整天琢磨燕王做什麼噩夢，趙王案頭放什麼書。你在圖書館熬夜時，他們在酒桌上聽客戶吹牛；你在實驗室測數據時，他們在幫領導接孩子。聽起來很不公平，但這就是鬼谷子裡藏了2000年的秘密——非錢術，一個看透人性的智慧。物理學有個概念叫槓桿原理，給我一個支點，我能撬動地球。阿基米德要是活在今天，大概會寫本借力思維。他那個著名公式翻譯成人話就是用巧勁勝過使蠻力。你想搬動巨石，硬推可能摔下山崖，找個槓桿就能輕鬆翹起。這和影響人的道理一模一樣。蘇秦最早犯的錯就是硬推，他以為治國良策足夠好，君王就該採納。就像你覺得方案完美，客戶就該簽單，但物理定律告訴我們，作用點選錯，再大力也是白費。後來蘇秦學會找支點，燕王怕被孤立，趙王疑心重，這些恐懼和渴望就是最佳支點。現在把槓桿原理套用在職場上，你想讓老闆通過方案，不停改 PPT 是在加作用力，但支點應該是他最近被大老闆批評過什麼。你想讓伴侶戒煙，天天嘮叨是在加作用力，支點其實是他體檢報告上那個建議複查。所有看似頑固不化的人，心裡都藏着等待被撬動的支點。最精妙的是，槓桿從來不需要你親自成為力量源。蘇秦沒有兵馬錢糧，但他能讓6國軍隊聽令。你不需要比客戶更懂產品，但要更懂客戶的客戶。這才是普通人逆襲的終極法門。找到那個隱藏在情緒背後的支點，輕輕一推。現在我們把鬼谷子非錢術拆解成能直接用的工具。記住這個公式：渴望減恐懼乘緊迫感等於行動力。第一步叫試探收集，不是審問式的盤問，是像蘇秦逛茶樓那樣聽弦外之音。同事抱怨天天加班，他不是想休假，是渴望被認可。客戶說貨比三家，不是嫌價格高，是害怕決策失誤。一個人把最多時間花在哪兒，他的命門就在哪兒。天天曬健身房的人最怕衰老，熬夜做副業的人最缺安全感。你所看到的表象背後都是情報。第二步，洞察恐懼。所有恐懼逃不開這3類：經濟型怕損失錢財，社會型怕丟面子，安全型怕出意外。房東不肯降價是經濟恐懼，但你說隔壁小區剛發生入室盜竊，就觸發安全恐懼。老闆拖着不批預算，你匯報競爭對手下月要開新品發布會，直接點燃社會恐懼。關鍵是找到對方最敏感的那根神經。第3步，識別決策結構。給女兒買鋼琴的爸爸不是決策者，躲在幕後比較價格的媽媽才是。公司採購部只管流程，財務總監的侄女在供應商的公司上班才是關鍵。真正的決策命脈往往藏在暗處。員工拒絕加班，要說完不成項目，整個部門都可能調整。永遠用更大的恐懼覆蓋小恐懼，就像用洪水疏導積水。客戶下訂單猶豫不決，就說先試3個月，給客戶退路能消解恐懼，就像超市不滿意全額退款的標籤。這些稱不上算計手段，只是共情的智慧。就像媽媽哄孩子吃藥，不會講藥理，會說吃完這藥糖就更甜。真正的高手都明白，說服的本質是幫對方找到行動的理由。恭喜你看懂了這個世界的遊戲規則。那些曾經遙不可及的人脈資源，原來就像超市貨架上的商品，只要你知道價籤藏在哪兒，
看懂了點讚。希望本期內容對你有用，歡迎訂閱，更多分享，下期再見。